家好，我是 Cassie。Hello， 大家好，我是 Tim。今天我们会聊下夏威夷。一般人对夏威夷的印象大概什么样的？椰林、沙滩、阳光，还有比基尼女郎。说完了。啊，我知道你词儿，我刚偷看你的词儿了，所以我把它抄过来。你背的都是我的词儿啊。麦都说的什么椰林、树影、水清沙白，是不是说的就是夏威夷？就是那种。那你刚刚之前还把我的词放在这让我背一遍是什么意思？告诉大家，你们想当 YouTuber 的时候，千万不能找这样的 partner。偷看稿子是吧？对，而且千万不要 share 你写好的稿子给他。我做好准备要讲的词，他全部都说了。OK， 那就是你作为一个生活在这边8年的 local，你觉得对阳光、沙滩、椰林、比基尼女郎有什么额外的？就是浪漫嘛。然后夏天我觉得应该是女孩子最喜欢的季节吧，可以穿你喜欢的那些各种花花绿绿的衣服，就不会像春秋或者冬天那么沉闷。然后就每天就世界很明亮，因为基本上全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晴天，就你会突然觉得好像多年的近视好了。就是眼前被擦干净了的那种视觉效果，也因为它这边就是环境好的原因嘛，环境比较好，气候也比较好，而且是365天，每天都是夏天，对，就气温也很棒，对，就是眼睛也很舒服，然后身体也很舒服的，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感觉。除了沙滩，其实大家对于海岛理解可能就是刚刚我们概括的那几个关键词，但是我觉得要加入在夏威夷的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元素，就是如果我们推荐，比如说推荐有朋友来夏威夷的话，你会说什么比较想吸引对方的？我可以说这个 hiking，hiking 的 trail， 就比如说我们一起去过的 The Stairway to Heaven， 对，卡拉阿武 trail， 还有 Kaena Point 在欧胡岛，各种风格的，有些在海边。在像 Napali Coast， 它会在海边，你开着海景来 hiking， 也有是在丛林里，你一边吃的水果，一边去 hiking，然后 hiking 到你非常累的时候，然后最后是一个瀑布，是一个水池在等着你，然后你换上你又变成比基尼了哈，换上你的比基尼，跳入到水池中，就是享受那种。就像动画片里那种人猿泰山那个动画片里，就是你走了一路，然后看到了最原始的那种热带雨林，然后最后的那个hiking 的尽头是一个就是瀑布，就是很美很壮观，然后底下会有一定深度的一个水池，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当地的人，他就是真的像人猿泰山那样荡着那种树藤，然后跳进那个水池里面。那我再提一个就是潜水。对，潜水应该是我来夏威夷最爱的一项运动了，虽然现在没有时间去，好多年没有去了哈。对，但是曾经我非常疯狂，因为我觉得在我曾经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每个周末都在潜水，然后潜水的那个感觉就是像是你突然进入到另外的一个空间一个世界里面，然后那个世界无比的安静，安静到你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只能听到鱼在啃那个珊瑚的那种咔咔咔的那种声音，进入到一个完全脱离你现实生活状态的那种世界里面，然后你会看到不同于陆地上的任何的那种场景，包括夜里，我觉得夜潜真的是太难忘了。还记得那次夜潜，遇到鲨鱼，就是遇到虎鲨吧，是虎，对 Tiger shark。现在说完了 hiking， 还有潜水，跳伞吧，还有说跳伞。跳伞是你敢吗？你跳了吗？你就说。No way。我去跳伞，我绝对不会尝试这件事情。旁边这位等了一整天，他都没敢去跳。对，就是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我应该未来也不会尝试的一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勇气，我太害怕高了。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就是突破了我的。在夏威夷跳伞是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在高空中，
你在13000尺的高空中，你可以看到好多个岛，非常碧绿的海水，然后天空白云，你看的特别主要是能见度清晰，就是你可以视觉很远的去看到东西，就是而且很清楚，很每一个细节，对，然后颜色的过渡这种感觉，就是你要在其他的地方跳伞，可能空气没那么干净的话，就会有遮挡或云很多。那夏威夷的大部分的情况都是晴天，然后云很少。对，不能忘了就 surfing， 夏威夷的浪是最适合 surfing 的。每年11月的时候会有 Hawaiian Pro， 这是全球最著名的一个赛事。为什么选在11月呢？是因为夏威夷的11月北岸那个浪高会达到大概15米左右的高度，非常的吓人，也非常的去冲浪人也非常厉害，奖金也非常高，非常酷。你知道奖金有多高吗？有多高？32万美金，第1名。那你为什么不去学？行，那明天啥也不干，我去冲浪吧。早起吧。好嘞。对，冲浪我想说的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对于夏威夷这个地方有一个误解，就是有一部分少部分人吧，我觉得就是他会把海岛同类化。其实海岛分很多不同的类型的海岛，然后会接触到一些没有来过夏威夷的朋友，他可能会认为夏威夷跟马尔代夫或者大溪地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区别还是蛮大的。就是马尔代夫和大溪地的感觉其实是属于sandbar，就是它是建立在海浪比较小，对，然后比较平缓，然后它是建立在沙滩上面，然后你可以建水上屋，就是那种大家去 Google 搜到很多照片的样子。然后呢，曾经就会有认识的朋友会问我说：“哎，你们怎么不住在那种水上屋上面？”我想说，夏威夷没有。对，夏威夷盖第一天应该就被浪打翻。对，就是如果以后想来夏威夷旅游的朋友，就如果是抱着这个念头来夏威夷看这种水上屋的或者住水上屋的，就不要想了。就是夏威夷没有这种地方，因为夏威夷是个火山岛嘛。其实又说到火山了。对，这也是夏威夷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夏威夷拥有活火山，在大岛会有活火山，火山非常美，也非常神秘。我们看过好多次，我们晚上去看，白天看的不是很清，只有烟。但是在前年5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小爆发，也不叫爆发吧，就流淌出来，非常的美，就是又有摧毁性，但是又有破坏性，又有美丽的震撼感。对，我其实实际上是地壳运动，就是夏威夷这个群岛的地壳运动是在2年前开始突然变得比较活跃。其实我们在这住了这么多年，其实都没有，对，就是前年都没有，就是前年，对，18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地壳运动吧，应该是，然后就导致那个大岛的火山的那个活动会比较频繁，然后就会有小的喷发，但不至于说很危害。然后呢，有一些小的，就是那个岩浆流形成这个lava river。然后我们呢，其实是在这期间去了大概2到3次吧，然后去不同的就是大岛上的这个点去看火山的情况，包括去那个最著名的那个火山公园的那个火山口，然后也去专门的就是那个海边的入海口的那边去看这个岩浆入海。对，这2个点其实也是来大岛，就是去大岛旅游非常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再说到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个人认为比较特别的，就是别的海岛比较少有的，就是我们居住的大都市Honolulu潭江山。Honolulu 应该算是整个夏威夷群岛唯一的一个可以叫做城市的地方。对，就是有 downtown， 有就是比较大型的商业区。是。对，潭江山是一个30多万人的城市，其实是相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大的城市，但是在美国还不错。它的相当于是 New Orleans 或者是 Cleveland 克利夫兰或者是新奥尔良这个城市的规模，所以还是蛮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很舒服。你可以去逛沙滩，你有很多餐厅可以选择，你还可以去购物。那我们讨论第2个小话题，就是夏威夷的地理概况。夏威夷是在太平洋的正中心，是真正意义的 the middle of nowhere。
离夏威夷最近的大城市 San Diego、Los Angeles 那个坐飞机也得5个半小时到6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会很容易有时候会有 island fever， 就是你会感到有一些孤独。我在夏威夷遇到了一些朋友，然后有一些朋友就给我透露过他不是很喜欢夏威夷，或者他觉得生活在夏威夷其实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认为夏威夷的整个地理环境造就了夏威夷很脆弱。就比如说来一个海啸啊，他会想象那种世界末日自然灾害来了之后，夏威夷一定是第一个从地球上消失的。特别害怕，你可以看他们拍那么多灾难电影就知道。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表达过，还记得上次有个海啸，然后海啸预警很多天，整个城市堵塞。所有人开着车都往山上跑，开车往山上跑。对，然后到头来看了那个浪测，只是高了0.5米左右。没有加州一个地震，很小的地震，对，然后过了1-2天时间传到夏威夷，大家都非常恐慌，就囤粮，那时候也开始在囤卫生纸，各种有抢水，然后很多人的家可能是在海边的那种房子的那些人，他就会认为他的房子不是很安全，要开车往海拔更高的地方跑。我觉得这个还是蛮神奇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蛮胆小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这么胆小的人，我反而在夏威夷觉得你有很胆小吗？很舒适，对啊。去年那个8点钟朝鲜要袭击核弹袭击的时候，你看到新闻不是打开了以后马上就睡了吗？笑眯眯睡过去了。这是2个类型的胆小，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会排一个优先级嘛，睡觉永远是排名第一的，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导弹都不可能让我离开我的床。夏威夷有8个主岛，数一下一共哪8个岛？我生活时间最长的欧胡岛，有火山的大岛 Garden Island 可爱岛，猫屿、兰奈、莫洛卡伊、你好，莫洛卡伊旁边，卡欧拉维，一个小岛。他就这么算，他算是主导中的8个主导。我说的真的是对，我说的是其实是那我一定要澄清，我说的是你们放开 Google 能看到的。你那个岛也能看到？那岛要再绿一层吧，应该。没有，也挺大的，只是它没有山，它比较平，很干旱的一个小岛，也不错了，能数出7个岛。我还以为你数不出7个岛呢。然后夏威夷的一些历史，夏威夷是整个美国最年轻的一个州。最后被哪年？59。1959年，夏威夷被美国收割为自己最年轻的一个州。然后夏威夷是最年轻的州。然后我们现在有个小知识，美国行政划分最大的是州。第二个是还有一层在州上并列的，还有一个叫 territory， 中文怎么说？ territory 不知道。属地，美属属地，也包括关岛跟 American Samoa。谁发现了夏威夷？我们去过的地方，有个地方以那个人命名。Captain Cook。对，是英国的探险家，也是皇家海军的一个军官 Captain Cook， 他是在1776年发现夏威夷，并且登陆在夏威夷的可爱岛，在 Napali Coast 在北岸登陆，这是他第一次发现夏威夷。为什么 Napali Coast 的那个地方不叫 Captain Cook， 而大岛的那个地方叫 Captain Cook？ 我猜测，这个我没有那个不一定能检去。我猜测是因为那可爱岛没有大的国王，那时候是卡梅哈梅哈，他在大岛他接见了Captain Cook， 所以他是在那个地方登陆的，他是在 Captain Cook 那个地方登陆的，登陆到大岛上见卡梅哈梅哈。对 ，OK， 对，夏威夷的国王也名字非常可爱，叫卡梅哈梅哈。卡梅哈梅哈中文怎么叫？卡美哈国王，一个身高1.58米的美哈国王，对，美的，非常对夏威夷人。库克船长在发现夏威夷的时候是1776年，
1776年，相对于中国的历史并行的历史来说还是在清朝雍正的时候。我们现在会聊一下夏威夷的人。夏威夷是整个美国亚裔比例最高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州应该是我们去过的全美国各个州来说对亚裔最友好、最包容、对，最欢迎亚裔的一个州。我觉得我们从来不觉得好像是一个 outsider， 对，就是我们从来到不是 minority， 我们是 majority， 对，我们是占大多数。然后我们从搬到夏威夷开始，就其实跟当地人的交流啊、沟通来说，我们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难以融入。其实我反而觉得，就是你去跟当地人交朋友也好，对，因为你接触的面孔，你多多少少都能感觉到他有一点亚洲的面孔。对，我们经常跟一些我们遇到的那些当地的朋友，就他可能是在夏威夷出生然后长大的这种当地的朋友，然后跟他们一聊天，他们都会说啊，他们的爷爷的爷爷是中国人，或者是奶奶的奶奶是中国人这样子，然后跟我们去聊天。反而这边的白人比例非常低，黑人也非常低。对，黑人是整个全美最低的一个地方。但是为了政治正确的原因，我们就不谈这个了。我们谈一个夏威夷的政治正确，就是夏威夷人是非常讨厌白人的，是那种 pure white 吧，就是欧洲人吧，因为夏威夷是被白人、英国、美国各种轮番统治的，所以他们特别讨厌白人，因为他们觉得白人把他们的地方抢的，把他们的土地给占领了，把他们的所有的财富给占领了。对，但是这个感觉其实就是不要误导大家，就是我觉得游客的话，你不会来夏威夷的，对，只是比较纯的那种血统，他们会在内心里，他们还是很 polite， 但是他们是在内心里一种感觉。我觉得是生活在这的白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对，比如说夏威夷人的这种不友好的这种说话或者他们会把白人叫夏威夷语叫 Howley。就如果他们把一个白人叫 Howley 的话，其实是有一点 offense。Howley 应该不算是一个褒义词，应该算是一个贬义词，就是一种带讽刺意味的。我们说的就是鬼佬，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以前的中国人说老外叫鬼佬的意思，就是不是很 nice 的一个称呼。对，就是算是一个外号吧，就是一个外号，然后。但是大部分现在比较少听到了，或者也对，就是比较少用，就大部分的人、因为现在夏威夷还有引出来另一个题目，就夏威夷人大部分都是混血了，就没有那么 pure 的 blood， 就是没有那么纯的血统，皇室除了一些皇室血统，皇室夏威夷血统可能还保持的比较纯，但是大部分的夏威夷人，我们所说夏威夷人就是 Hawaiian、Polynesian， 就是他们这一支来的人。他们这些人就已经和很多亚裔的混血，然后因为亚裔这边很多 generation， 亚裔又跟其他各种混，这边一共大概比例是20%多的比例以上都是超过2种种族的混血比例非常高。对，我觉得这个好像我曾经也看过书上讲，就是夏威夷也算是全美来说混血的比例非常高的一个。我觉得还是用那个迪士尼的动画片比较代表好。我觉得猫姨那个形象是写实，非常的非常的写实，对，非常的。如果了解夏威夷的，然后来过夏威夷见过这些人的时候，你再去看那个莫阿娜的那个动画片，你会觉得这部动画片很写实，但是在美国现在文化里，夏威夷人就是 Polynesian， 其实最近占很大主流，很受欢迎。像我们现在最出名的影星 Rock， 还有 Momoa 演海王的，都是在夏威夷生活过。在夏威夷生活的人，但他们其实有大部分的血统是 Samoa， 就是像巨石强森 Samoa 就是 Polynesian 中的一个分支。对，他们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种，夏威夷人也是波利尼西亚人，他们都是从亚洲这边演化，就是从亚洲，然后坐着他们的船，然后吃着 coconut， 吃着椰果，然后一路飘过来，像新西兰也是，所以他们会分享基本上蛮多相似的一些文化，比如说语言，比如说他们的战舞，比如说他们的纹身都非常像，他们的文化是非常相似的。这一点我们可能再延伸再来讨论。对，然后我们聊一下我比较贴近生活的夏威夷的生活方式，就是夏威夷人是非常享受生活的，你同意吧？我觉得夏威夷人对于
享受这个词和放松这个词来说，应该是应该是他们的 priority，对，就是 top 应该 one，是整个美国50个州里最享受的人，最爱享受的，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享受上，他们认为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对，就是这边夏威夷人的生活方式也非常的慢，非常的缓慢，每一天因为每一天都长得很像，因为都是夏天，每一天就过得就在这里感觉就是时间不会流动，对，就是没有时间的概念。但是其实你一回头就感觉好像你看日历，其实过得也很快。对，大概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夏威夷这边大家慢也体现在开车上，大家开车时速也非常的慢，这边的限速也非常的低。而且开车大家都不按喇叭，如果你在交通灯前面，你在红绿灯前面，你在绿灯亮的时候不开车，基本上也不会有人摁一个长喇叭，他会等你蛮久的。对，然后也很有耐心，所以这点也是夏威夷还蛮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这边的人迟到早退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觉得夏威夷是什么？夏威夷的，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真的，我要承认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就是所有人来这儿时间长了都会变懒，然后你都会认为说，就是你会慢慢的跟着他们去适应那种节奏，就是嘿，你为什么要那么急呢？就是哇，外面椰树沙滩，然后那么美好，你干嘛这么着急？就是所有的脸，哪怕是在那种政府工作的那种办公的人，你每次去见到他们，他们都会很放松，然后感觉就下一秒钟他们要去冲浪去游泳了，就是你永远不会看到他们很着急的一面，这个也是挺神奇的。包括警察，你说警察巡逻也好，然后在上班的状态也好，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也是开车停在 Waikiki 那里，在欣赏整个美景的。对，你以为他巡逻，其实他在里面吃 burger。对，就是然后在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办法挤，是因为你可能挤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是那个唯一着急的人，所以在这边工作也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像这边的政府很多是2-3点就下班了，可能就扛着冲浪板去冲浪了。对，就是大家好像不认为，就这个地方好像大家的追求不是在于你要赚多少钱，或者是你要做一番什么样的事业，比如说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如果你要做事业的话，可能夏威夷也不适合，尽量不选夏威夷。夏威夷也是老龄化很高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大家都是赚了钱以后再来夏威夷的，对，比较少有年轻人在这边创一番事业，是蛮难的。对，因为这边的生活物价都比较高，但是收入其实。就是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然后我会发现我对物质世界的追求开始降低了。就是，我可能不会太追求我今天穿什么，我要背什么样的包包，然后我要今天怎么样打扮，或者甚至说是我今天化不化妆，我可能我真的是另一个侧面就反正是夏威夷比较土。夏威夷我们也认为我们是夏威夷生活了，我们也承认夏威夷是美国非常土的一个地方，就是也不能说土吧，你换一个词儿，就是不用贴金。全美最不时尚、最不讲潮流、也不追求流行的地方，应该就夏威夷了。我是用一个土来形容你20个字形容的，不是一样的东西吗？不一样。你跟女生说这个词的时候不一样，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对女生来说，就是比如说 Hollywood 那边，加州、纽约永远都是风尚标，然后他们比如说每年的流行色也好，流行的衣服也好，都在变化。但是无论加州和纽约或者欧洲的时尚发布会怎么变，那个今年的流行，夏威夷永远不动声色的是那一套衣服，永远脚上都是沃尔玛不出5块钱的夹脚拖。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是经验之谈，就是沃尔玛的鞋真的好穿，而且我跟你说，来夏威夷住久了以后，你都时尚，沃尔玛时尚大拿，就是你都不知道你会穿断多少双人字拖，就真的是血泪史，就是穿断，然后呢就家里永远你想来夏威夷搞好社交，首先你得买一双人字拖，对，然后就是男生永远都是 T 恤短裤，就是你每天穿一样的 T 恤短裤真的都没关系，就是
这里所有的人，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那种蛮正式的场合，其实都有人穿夹脚拖出现，除非他有 dress code， 就是明令写明说你不可以穿拖鞋，不可以穿短裤背心，否则任何场合你没有这个标准的。但另一方面就也能表现出真的很舒服。如果你是很喜欢做自己，就是不想被包装外面的包装来束缚自己的话，可能夏威夷还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穿的这么随意，不是说你必须要穿的这么随意，而是在夏威夷也有很多人，对，就是你有你的选择，你可以做自己，然后做自己，没有人会去就如果你想卖保险，想穿西服都没问题，还是可以。对，然后你穿那种什么 Dutch Gabbana 的那种花花的连衣裙也没有问题，只是说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夏威夷就可以非常非常完全的完整的做自己。我觉得这个感受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这边获得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救赎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到一个地方完全的做自己，因为当你发现你真正做自己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真正的舒服和自在，然后和放松，然后你才会发现你突然有了非常多的灵感和精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在纠结那些你不想做但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对 OK，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那最后啦，节目到尾声啦，我希望能看到这里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给我们点赞，然后要记得订阅我们，然后长期订阅的话能有看到我们更多的视频，然后我们会更有动力去做我们想要做的和给大家讲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然后希望有机会能够跟你们有进一步的互动。拜拜。